世界公开赛的决赛，由世界一哥火箭奥沙利文对上泰国一哥塔采亚乌诺。老火箭挤眉弄眼的还在卖萌呢。这场决赛对于他来说实际上至关重要，他志在打破超过2年的冠军荒，冲击个人职业生涯的第42个排名赛冠军。先看一下胡老师这杆长台准度，有的。这第一局的局面现在实际上还真的非常复杂，基本上没有什么简单红球可用。现在也只有这一颗红球可以单叫，这个局面几乎不可能去进行拆解，所以只要机会合适，先对红球分布调整一下。这杆实际上也是不得不去 K， 对于火箭来说，就这一个 K 球动作就行了，然后就到了他展示控球细腻度的时刻了。火箭的围球我前面提到过，除了流畅丝滑之外，我们主要看他能把这球围的是多么的可控。这个局面现在实际上依然还不简单。现在黑球左右两边底带都还是不可用的，而红球绝大部分都分布在黑球周围，粉球接了一杆之后也摆到了咖啡球的点位，所以在简化这个复杂的红球分布之前，火箭得先简化一下黑球。用篮球过渡了2杆，调出的都是最舒服的角度。对黑球有限制的3颗红球，火箭是一点都没有耽搁，很快就给解决掉了。这颗红球再打掉，黑球就完全解活。然后基本上就要到了开始解决红球问题的时候了。这杆黑球必须得调出一点点向下角度，它总是能够把位置调得完美到位。然后打红球的时候来带一下。这第一局火箭就已经打到了超分的边缘，这颗黑球就是超分球。整个进攻过程完全没有出现哪怕一丁点变数，红球打进就可以锁定胜局。复杂局面之下，火速拿下单杆78分，拿到了决赛的开门红。这是一个难点，打进打不进都无所谓了。第一局塔采亚没有获得上手机会，然后第2局我们注意看一下，中带老王子出现了不太难的中带进球失误，还握拳发泄了一下小情绪，这是真的给到了好机会，也是一个不太难的中带。好机会没有把握住啊！其实他这杆打丢之后运气还不错，没有给火箭漏简单机会，只有一颗贴库红球，火箭还得自己拼准度。上手的红球很准，其实白球和红球距离挺远的，然后火箭把4颗简单的红球收完，刚好可以超分。咖啡球打进超了1杆斯诺克，最后一颗红球还是必须得打进才能锁定胜局。然而这个问题火箭并没有解决掉，1杆斯诺克塔采亚肯定不会认输。我们直接看他的做球反击，这个局面距离翻盘其实就只差成功的做出1杆斯诺克让火箭被罚分。这杆其实是一个绝佳机会，但是塔采亚做出的这杆斯诺克并不是得分点，这种斯诺克确实不会对火箭造成任何威胁。然而塔采亚接下来的这杆才是重点，想把白球放到黑球的下方，绿球尽可能的贴近咖啡球，这就是一个清晰明确的得分点了。火箭一旦解不到，这个局面对职业球员来说清台没有难度。咖啡球非常碍事，漂亮！这是一杆极其完美的解球效果，不但安全化解本局的危机，甚至都不落后手。塔采亚现在落后27，台面还剩25。这杆想用咖啡球来挡就没有做上，火箭有个长台进攻机会，打进就可以拿下。有了，老火箭从半决赛开始长台明显得到了提升。然后看双方的第3局，你看莽夫打球就是这样，什么球都打，他觉得带一点后手就行了，但是这球难度太大，成功率不高，还不如好好防一杆。以为没问题，实际上就出了问题，跟顶级高手过招，任何一点点细节问题都不能忽视。而且现在的火箭明显上手球的准度加强了不少，这也是最近打出的信心。虽说火箭没能连续进攻，但是贴球做1杆斯诺克让塔采亚也很难受。他想直接解左上角的单颗，力度不够，那这就不会摆回了，火箭会自己来攻，火箭是可以用左手的。好球，然后这颗简单红球直接跳过，我们直接看他炸球堆。红球堆 K 的还不够散，而且接下来衔接的红球也是麻烦，只有左边底带，这还不好调彩球。首先准度是可以的，然后直接把黑球往袋口方向 K， 太强了。又是直接奔着红球堆的方向来了，衔接肯定没问题。火箭想的是再一次来解决红球堆的问题。这杆下去之后，红球堆的问题肯定就完全简化了。哎，还进了2颗，
黑球是一个大角度，还得再稳一杆。这杆打进之后，第3局几乎就没有悬念了，剩下的都是基础操作。火箭一上来进入状态的速度很快，塔蔡亚现在还完全没有进入比赛状态。他如果能够把它作为莽夫最疯的球打出来，其实塔蔡亚也挺强的。诶，火箭这杆校位出了状况，这就需要一杆准度就错了，没有任何问题啊。那这第3局又结束了，再进一颗红球和一颗彩球就可以超分。3比0开局，塔蔡亚得醒醒了，剩下的都是基础操作，我们直接看结果。绿球打进过百，然后完成清台可以打到单杆124分，火箭依旧表现出了非常好的连续得分水平。然后第4局就非常具有戏剧性了，塔蔡亚关键的粉球没有打进，然而还有下文。这是一杆超级大运，能凭借这个运气拿下一局吗？中长台，准度稳定。他想赢下这局，最终还是得解决右侧贴库的红球。中间2颗就比较简单了，用最后一颗可用的红球调 K 球位置，就是这杆，黑球得调出合适的 K 球反角，完全不到位，没有 K 球机会。莽夫球风就是直接调翻带位置。粉球打得还有点悬，关键的一杆翻带也是超分球，没打进。不过这杆看上去还比较安全，其实也不是不漏球就可以庆幸的。他拼翻带实际上也就让出了防守先手，然后就被火箭给抓住了，做出了一杆非常扎实的斯诺克，而且红球离袋口也不远，只要解不到就漏球。这杆还是一个双重犯规，又是碰粉球又掉袋，火箭想翻盘需要解决2个难题，难度还真的是非常大。这杆他稍微带了一下咖啡球，虽然还是一个难点，但稍微有所改善。关键咖啡球接下来和篮球的衔接也会是一个大麻烦，火箭在设计解决方案，直接出手来 K 咖啡球。哇，这个效果太好了，上手的这前2杆2次尝试解决问题。还好刚才第1杆把咖啡球从库边 K 出来了一些，位置改善这么一点点是有很大帮助的。你看，不然这杆火箭是没法发力去叫篮球的。最终白球的落位就算勉强可以接受了，尽管角度还是稍微有点大。这就没有去强求，调的就是粉球左上角的底带，最终的完成度很高，相当到位。完成清台可以绝杀翻盘，那就是取得了4比0的开局。中场休息，塔蔡亚必须得赶紧做出有效调整，起码得给火箭上一点强度。老火箭上半场的状态还非常的火热，下半场居然被塔蔡亚干了一个5连鞭，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我们来看一下究竟发生了什么。第5局的这个中带没打进，倒也不算一个很严重的失误，而且也是带着后手打的，白球弹起来稍微有点多。看塔蔡亚的长台，就是嘛，没准度怎能称之为莽夫呢？这是塔蔡亚本场决赛打进的第1杆像样的准度。遇到火箭，自己先心虚肯定不行，不把自己的那股莽劲打出来，想赢火箭的可能性太低。进入围球局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几杆打的是环环相扣，细腻度还不错，非常快速的解决了黑球问题，同时还简化了红球分布，这就已经是一个单杆制胜的局面。顺势收下3套红球，然后来到左边，2颗都有，现在的球形就已经很清晰了。然后塔蔡亚接下来这颗红球打进就可以超分，扳回一局。这局能快速拿下，主要是前面几杆球形简化工作做得好。这个地方先碰到了粉球，犯规了，最终是单杆83分。第5局火箭虽然输了，但还没有看出有什么异常。塔蔡亚长台上手单杆制胜，火箭并没有犯太大的错误。第6局火箭这杆防守给塔蔡亚漏了机会，也算是一个长台的打带防。有了，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塔蔡亚的长台准度开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本局现在首先是解粉球，所以塔蔡亚先调的是粉球下方这颗，把它打掉，粉球就是完全开放的状态。有粉球就可以比较简单的把散在外围的红球收下，圈出的这3颗红球是很清晰的，右边的2颗也有解，先调一个左边底带就行。然后现在基础的红球就收的差不多了，K 到上方的红球也还可用。关键是左侧这些红球都不太好解决，先调一个右边底带的小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再把 K 到上方的红球收下，
差不多可以到50分左右。尽管没能完成单杆制胜，但是这个局面之下优势也很大了。这杆彩球调的就不太好，黄球没法校位，咖啡球倒是可以去 K 球，但是进球又难度，打丢了。这个时候就得祈祷别 K 出好的效果了。塔蔡亚拿了47分，最终的运气还真是不错，完全没有漏球。下一个回合，火箭这杆防守压根就没有去考虑左边底带是不是有传球的可能性。塔蔡亚上来观察一下，这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传球，但是他打了，进了。白球完全贴库，还得考验准度，不白给，还是相当可以的。黑球打进就已经领先了54分，距离超分已经不远了，可用的红球肯定够。出了一个进球失误，但结果还是不漏球，他的运气确实是要更好一些，自己都看乐了。然后是本局的第3个回合，火箭这杆防守直接将红球送到了袋口附近，白球这个速度是肯定能看得到红球的，再让他获得上手机会，那这局火箭就输了。本局塔蔡亚获得3次上手机会，火箭都是在防守端出的问题，而塔蔡亚也有2杆进攻失误，但是失误之后都没漏球。这样的话，塔蔡亚就完成了超分，再扳一局，将比分追到了2比4。关键是这局打得零散，使得火箭在进攻端的节奏就受到了抑制。然后再看双方的第7局，实际上火箭的长台准度还真不错，反而在下半场打不出连续得分了。黄球不好校位，最终选择了绿球。这算是一个不太应该的进球失误。现在塔蔡亚局分落后30分，想完成翻盘得解决这2个难题。这个时候就能明显看出火箭跟上半场的那种感觉不一样了，在进球端和防守端都出现了失误，反倒是塔蔡亚现在掌控了比赛节奏。这杆还 K 了一下，有效果，但是紧接着的红球需要准度，稳定。那前一杆把红球往袋口方向 K 了一下，这就起到了作用。对塔蔡亚来说，这是最后一个考验，没有任何问题。那这局塔蔡亚完成翻盘就没有任何难点了，他需要打到清彩阶段的分球。虽说局面没有难点，但是塔蔡亚简单球型的进攻还是出现了变数，粉球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角度，这就成了本局的胜负手。这种球对于塔蔡亚来说尤其是考验。有的，他在关键时刻是容易掉链子的，心理素质不过关。这杆最终确定白球不会掉袋，将比分追到了3比4。第8局火箭又打进了一个长台，但是白球碰到袋角之后并不到位，黑球需要准度，打丢了。然而火箭这杆运气也不差，也没有漏球。左上角顶袋还是没有，没什么太大问题。看下一个回合，这是塔蔡亚的一杆防守，白球都还没有停下来，火箭就已经比划这是一杆好球了，直接给做成了斯诺克，没法去贴球堆。火箭准备2库勾包边，结果白球是直接扎进了球堆，这杆解球的误差比较大，左边中袋漏了进攻机会。由于黑球不在点位，粉球点位被占，所以把粉球打到黑球点位也是不错的选择。刚好黑球点位附近有几颗红球可以去衔接，这是交代了一下粉球的点位，然后直接看他炸球堆，效果还是不错的。然后紧接着看他第2次解决球堆问题，这实际上是一杆精确 K 球。这样的话单杆制胜的局面就形成了，红球分布的问题也彻底得到了解决。接下来再打进一颗红球就可以超分。这局塔蔡亚在防守端做出一杆斯诺克，火箭解球出现问题，他直接单杆制胜。这样的话塔蔡亚就扳平比分了，他最终打了一个单杆82分。然后看第1阶段的最后一局，火箭传红球没有打进，而且最终白球还掉袋犯规了。火箭在这下半场状态不稳，球运也不好，这个地方白球如果不掉袋的话还真不漏。现在的局面也还不够明朗，这局首先肯定是解粉球和粉球的点位，这就是简化局面非常关键的一杆。他刚好调到了目标红球一点向上的角度，然后低杆顶一下调到了粉球，对粉球的简化完成的很迅速。现在粉球是完全开放的，塔蔡亚顺势收下2颗简单红球。这个球形他还真是给拆的有点像了。然后在这杆球的校位上出现了问题，
白球差不多多走了一颗，没得衔接，转入防守。这杆球实际上防的有问题啊，红球跟上去了，但是塔采亚又来了一个超级大运，不然的话这颗红球肯定要漏球啊。左边底带2颗红球可以来叫，这杆即使不碰到篮球线路也不太对，拿了48分，转入防守。这场决赛的上下半场真的是天壤之别，特别是火箭状态的变化，他在上半场跟前面的状态没什么区别，到下半场就突然断电了，还有运气因素在这上半场也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火箭的这杆防守又出问题了，这下半场他问题出的最多的还是在防守端，塔采亚实际上也没打进几杆长台，还是火箭的防守失误送的机会多一些。这就没什么任何疑问了，这颗红球打进可以超分。塔采亚在0比4落后的情况下给火箭送了一个5点边，上半场5比4还领先一局，剧情这么大的反转，着实让人有点措手不及。火箭的状态不能就这样了吧，希望能在晚间的比赛有所调整。决赛进入晚场阶段，火箭就跟发了疯似的，完全进入进攻模式，咬牙也要狂攻到底，这才叫莽夫。塔采亚的莽在他面前都不值一提，这杆翻带打进没能调到彩球。再看一下这个夸张的中带，火箭就跟受了什么刺激一样，没有他不能拼的球，黑球又是一个挑战，而且还没有简单红球可以衔接，他想把红球往袋口方向 K， 没有衔接到，然后又是一个白球几乎贴库的长台，这球打的是不是就跟发疯似的？现在还是没有简单红球可以衔接，火箭想高杆2库来 K 一下，没碰到。第二阶段上半场这4局球的火箭是什么感觉呢？我想到了一个参考标准，就是火箭和塞大师当年世锦赛半决赛的最后3局球，就是那种彻底杀红眼的感觉。又拼进了一颗红球，现在就可以来带球队了。晚场阶段的这第1局球，他拼得很凶，但是打得不顺，已经2次了，想发泄情绪，就这他都还不准备转入防守。传说中的4大莽夫都不带像他这么玩的，终究还是没能拼到底。不过这杆也带着后手，球桌中间的4颗红球不会漏，如果刚才打进的话，他可以衔接分球。塔采亚也是比较激进的打法，这杆还想着传球呢。当然主要还是白球沉底防守，右边中带火箭肯定还是要打的，这球如果能够打进，本局差不多就可以拿下了。火箭这杆击球有静电，现场没有给击球回放，但是从声音上听像是静电，也确实是打后了。塔采亚的机会可以的，哎，这杆还把库边的红球给 K 出来了，那这局面就没有什么难点了啊。我以前的时候提到过，很多球局上手早不如上手巧，本局就是这种情况，火箭狂拼了那么多杆，局面没有解开，而塔采亚上手就是好机会。上方的2颗红球是相互不碍事的，然后这局球接下来的悬念就看他最后篮球和粉球的过渡能否把角度调好了。这个地方也并不算太难，塔采亚如果完成清台，刚好可以翻盘。这局球被绝杀翻盘之后，火箭彻底受刺激了，然后直接进入开挂模式。第11局是塔采亚率先上手的，还打出了一杆非常精彩的纠错，球队外围还有6颗红球，不错的机会。然后接下来这杆是本局的转折点，袋口其实有颗红球，然而他也没想到这个中袋会失误，这就成了第2阶段上半场的转折点。现场球迷也是像在国外一样，开始给火箭加油了。黑球点位和红球堆中间的红球，如果他愿意提前动球堆，是一个不错的炸球机会。是这么选的，只是 K 球效果很一般，只 K 出了1颗。接下来红球堆的问题还得进一步解决。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怎么想着去防守了，一定会攻到底。这杆火箭想调的是左边中带的小面，白球走多了，只能打左边底带，是一个准度纠错。有点危险啊，打的稍微有点厚，看上去就跟打不进似的，还好力度不大。这杆他就是准备调篮球向下角度去炸球队的，角度基本上也合适，第2次解决球队问题。这杆 K 球点还是不够准啊。不过衔接没问题，这就还好。这杆 K 活了3颗红球，想单杆制胜还需要1次 K 球动作。先把上一杆的 K 球成果收下。
然后用这颗红球来调黑球反角的 K 球位置。这将是火箭在本局的第3次解决球队问题。他这球打的还是不顺啊，中间的3颗红球并没有 K 出机会，去向上方的红球呢，需要一杆准度。好的，这颗红球打进，这局球就差不多了。角度向上也不要紧，上方有颗红球，红球打进可以超分。这局虽然不像上一局拼准度那么炸裂，但是红球队的问题解决的也是真不顺。这颗咖啡球打的，再进一颗红球，本局就可以锁定胜局。然后剩下的这个局面就非常基础了。然后火箭就完成了清台过百，单杆114分，再度将比分缩小到1局。接着是第12局，本局的前面双方已经有过一个回合的对抗，各拿了10几分，区别不大。火箭这就是一杆高质量的防守了，直接给塔蔡亚做了一杆斯诺克，可以贴底库附近这颗红球，能从红球的下方贴上是最好的。但是这杆解球的线路不太对，贴上这颗红球的话，左边一颗火箭是可以打的啊，但是有点后斯诺也不白给。没问题的。这场比赛的第2阶段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不光是火箭在第2阶段的上半场打出了开挂级的发挥，塔蔡亚在后面抢赛点的一局球中居然还打出了147。我看了这么多年球，还没见过2位球员的进攻这么疯狂的。火箭这杆大范围的过渡调得很到位。本局现在也还是球队的问题，现在最左上方的一颗还有。正常来说这杆就得调到合适的 K 球位置，已经没有简单红球了，但是现在粉黑角度都不舒服，这也是没办法，被迫用库边附近的红球再来调一杆。准度没出问题， K 球角度也是可以接受的。火箭今天 K 球是真不顺啊，又是没有 K 出简单机会，那这杆衔接问题还挺大的呢。看了一个左边中带，这个镜头切的真的是一塌糊涂。这杆脚位是一个什么章程啊？结果还不错，左边中带有。这局想单杆制胜还得解决一个问题，要么 K 球，要么保一个贴库球的准度。接下来的这颗红球就是超分球，有了，再打进黑球就可以锁定胜局，扳平比分。同时来进行 K 球， K 球效果也非常好。塔蔡亚这场比赛后面的表现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可以感受一下火箭给到的强度。这局火箭又打出了个人完场的第2杆过百，他打出的这种气势真的就是巅峰的感觉。现在比分来到6平。第13局塔蔡亚又出了一个进球失误，左边底带火箭有简单球的上手机会。这场决赛还改变了我一直以来一个固有的看法，其实我以前也多次说过，我认为火箭只要打出这种气势那就是无敌的，没想到是塔蔡亚改变了我的看法。塔蔡亚也是我见过的第一位能顶住这么强势火箭的球员。收下外围红球之后，火箭第一次来尝试动一下球队。这杆黑球最终形成的反角也是有点大，只能继续第2次来炸球队。这杆 K 球点非常的准，刚好左边底带的红球可以衔接，顺势 K 了一下旁边的红球，效果还不错，还解活了一颗。几套简单红球的进攻过程我们跳过，第3次来动球队。左右两边中带都有，再打进2颗红球可以超分，刚好还有2颗基础红球，上手就是一杆解决问题。拿下，比分完成反超。这局想冲击过百难度还是很大的。塔蔡亚此前是出了名的玻璃心，这回突然变成了大心脏。先来看火箭解决难题冲击过百，最后3颗红球都是难题。先来 K 活一颗，右边的红球火箭可以单叫，但也是需要准度的。火箭这就完成了第3杆过百，而且是连续的3杆过百。谁能扛住这样的火箭？他已经打出了个人的最强进攻，此前火箭遇到的众多高手都顶不住。塔蔡亚这次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这局火箭打了一个单杆136分，本以为火箭在上半场的表现已经足够炸裂了，
没想到塔蔡亚在第2阶段更加疯狂。塔蔡亚在这最后时刻的表现简直太逆天了，至此4大莽夫全部都拿到了长局制排名赛的冠军。火箭几乎都已经祭出了自己的最强形态，以连续3杆过百拉开反击序幕。塔蔡亚不但顶住了，而且还是以火箭的方式给直接顶得回去。他轰出了3杆大号过百，还包括147。他来到玉山的时候连内裤都没带够，自己都没想到能走得这么远。当然我也被打脸了，必须跟塔子哥说声抱歉，小弟有眼不识泰山。我们来看一下这第2阶段的下半场究竟发生了什么。连续3杆过百，几乎就是最巅峰的火箭是如何被塔蔡亚给顶回去的。我们来看双方的第14局，火箭非常准的一个中带上手，上半场在中场休息结束之前，他连续轰出3杆过百，现在反超了大比分。此时是他能够给对手形成压迫感最强的时候，这个中带多准啊！只可惜没能调到彩球，转入防守的这一下，他也没觉得中带的红球会是多大的威胁。这颗红球的实际难度也确实非常大，这球他居然直接给推进了，这真不算是火箭的防守漏球啊！现在这局就是本场比赛最关键的节点，塔蔡亚上半场被火箭反超了比分，这局无论如何必须得顶住。又是高难度的一杆准度纠错，关键时刻相当的硬，接下来调到这颗红球就可以直接入局，越球更加合适。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各位看了火箭上半场的表现，你当时心里面预估的结果是什么？上半场火箭给人的感觉是不是很熟悉啊？像不像以前那种无敌的感觉？我觉得应该不是我一个人这么想的吧。这个地方塔蔡亚是有设计的，非常好的想法，但细腻度得跟上。解活红球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绝佳的炸球机会，直接发力爆散球堆，至此本局球形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但是紧接着的黑球还考验一杆准度稳定性，这杆推得非常稳。塔蔡亚他并不是一位年轻球员，他1985年出生，再过1个月左右他就41周岁了，比丁俊晖还大了2岁。这杆较位出了一点状况，准度纠错，难度比较大的一杆给打丢了。此时火箭如果能够完成本局的翻盘，那就接上了上半场的强势表现。局面对于他来说其实就一个难点，以他上半场的发挥来看，这局被直接翻盘的概率极大。但是火箭这场决赛打得让人有点捉摸不透，2个阶段在上半场都有非常优秀的表现，到下半场就开始掉链子。这杆火箭的第一目标球想调的是这颗，没调到，只能接粉球下方的红球。这杆对火箭而言应当来说难度也不算大，中场休息再加上这个进球失误，让火箭上半场打出的气势断了。相反塔蔡亚就可以止住连续输球的势头，关键时刻稳住了局势。其实这局球塔蔡亚自己也有失误，双方失误的严重程度其实都差不多。这局现在就没什么可说的，这颗红球打进超分，最终塔蔡亚还打出了青台，单杆77分。接下来就是非常炸裂史诗级的表现了，让火箭感受一把别人遇到他巅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第15局塔蔡亚长台上手，绿球的右上角顶带可以衔接，上方也有颗红球可以用于过渡，然后用蓝球去调黑球旁边入局的关键红球。这球也不是那么容易调的，黑球和上方红球之间的缝隙比较小，这杆似乎没有调到。确实黑球旁边的红球调不到就没办法入局，黑球两边底带都受到他的牵制，现在粉球也是不可用的，只能是围绕蓝球先打着。这杆蓝球虽然是一个大范围校位，但容错率还蛮高的，对白球位置的细腻度要求并不是很高。塔蔡亚和世界公开赛还真是挺有缘的，他职业生涯到目前为止只打进过2次长局制排名赛的决赛，都是在世界公开赛。19年的那一次5比10输给了小特，今年再进世界公开赛的决赛，没想到能赢得那么漂亮。对于他来说，这就是到目前为止最重要最漂亮的一场胜利。此前他虽说也挂着排名赛的冠军头衔，但客观说是有点水的，单局限时赛的冠军确实有点拿不出手，现在这就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冠军了。这杆又是来调这颗红球了，这一下没有任何问题，到这个地方就算是正式入局了。现在的红球分布也还不错，可以进行拆解。半决赛我在复盘火箭的比赛中说了一句对塔兹哥大不敬的话，当时我不禁发出疑问，当年世锦赛抢10的对决，塔蔡亚1比10输给了火箭，这回他又拿什么赢火箭呢？这应该是我做这个账号到目前为止被打脸最惨的一次。
塔蔡亚的表现让我服了，心服口服。这还真不是火箭没有发挥出水准，而确实是他打得太好了，特别是这第二阶段的下半场，简直神了。这就又完成了超分，比分再度领先。锁定胜局之后，看他解决难题冲击过百，这是他的顺手位置，还行。接下来的黑球打进，可以完成过百。最终他还完成了一套15颗红球的一杆清台，单杆132分。然而这只是炸裂表现的刚刚开始。然后看双方的第16局，塔蔡亚又是长台进攻，直接调到黑球的左边底带，然后这局球大家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他直接轰出了职业生涯的第7杆147的总数也是追平了丁俊晖，跟丁俊晖并列排在第7。与147有关的故事，他身上有个不可撼动的记录，当然也没有人会去尝试挑战他，就是他打出了3杆140分，都是冲击147最后的黑球没打进，这就非常离谱。这杆如果选择中带的红球，满分就没了，选择底带虽然有点不确定性，但是效果很好，还带活了一颗红球。这局冲击满分红球堆是个问题，刚才中带这颗红球是一个向上比较多的角度，打它只能衔接篮球，不像这杆有点向上角度，但是低杆横台还行，是有冲击满分想法的。他对这个红球堆的问题解决的也很精彩，调中带进行拆解。当然他这也是想在红球堆之前完成超分的，他在观察红球堆中间传球的可能性，想直接打到超分至少需要红球堆其中一颗，这个时候就得把传球确定好了，如果不准备传就得调 K 球角度，确定传球调的又是另外一个位置。最后再来确定一下，传球有时候也能对球堆起到简化作用，这是一杆关键球。好的，只不过红球堆的其他红球并没有简化，球堆外围还有一颗，刚好够他赢下这局球。这个时候正常来说确保赢球还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他要冲击满分，这个地方就是最佳的 K 球机会。塔子哥还是很有魄力的，就这局球来说结果确实没出问题，但是他的这个选择其实就多了一份不确定性，这是决赛非常关键的时刻，并不是所有球员都会这么选的。如果刚才他先选这颗红球保胜利，确保拿到赛点，这杆满分相当有可能就没了，概率还真不低，我觉得至少都有 50% 的可能性。最终他选择的是 K 球，而且 K 出的效果不错。这杆校位就出了一点小状况，左边底带的红球没有调出向下角度，这杆去强行调黑球还真不容易，必须得用蹬杆，向上角度不是很大，但是必须得蹬出很长的距离。他其实都已经尽全力了，但还是不够。冲击147，这就迎来了一个高难度的准度纠错，没有任何问题啊。他在这决赛最后时刻的表现，还是我们认识的塔蔡亚吗？说是最巅峰的奥沙利文，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黑球打进又完成了一杆过百，也确保是9-7拿到赛点了。之前复盘火箭单杆153分那期视频还提到，如果出现147将会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将会是史上第一次出现147却拿不到单杆最高分的情况。本次世界公开赛绝对够经典，竟出现这些史上罕见的事。现在15红15黑已经收下，这颗黄球的低杆给的稍微有点多，这就需要用架杆了。没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应该都会比较担心塔蔡亚，毕竟他前面3次打到140分，在最后的黑球出现了问题，而且他打丢的那3颗黑球也都不算难啊。这个时候考验的是他的心理素质。他调的是粉球的右边中带，调得非常到位，那黑球就不用担心了，没有任何犹豫，成了。粉球接黑球我都刻意没做剪辑，塔蔡亚完全没有停顿，甚至观众掌声都还没停，他就把黑球打进了。最后就是塔蔡亚的赛点局，这简直都有点过分了。比分从7平开始，塔蔡亚连续3局都是长台开道，这是什么感觉啊？大家还记得23年英锦赛火箭和丁俊晖的决赛吗？当时火箭就是这种情况，塔蔡亚这杆调的不太到位啊。准度纠错没问题的，白球的速度有点快，黄球挡一下，咖啡球还可以衔接，但是角度稍微有点大，不太好单叫。然后塔蔡亚就准备来一杆莽的了，直接来爆球堆，红球 K 的非常散，但是没有简单红球可以衔接，
这就有点尴尬了。他这个时候无论如何肯定不愿意火箭再上球桌。来吧，拼了！这颗红球打得太刺激了。这颗红球如果打丢的话，基本上比分就是8-9了。后面会发生什么犹未可知啊。现在这就是单杆制胜的局面了。这个时候对塔蔡亚来说，只要能够稳住心态就没问题。诚实的说，这场决赛开赛之前，我认为火箭能赢，我也希望他能够打破冠军荒。但是塔蔡亚最终赢下之后，我也是真心为他感到开心。他很快就41周岁了，终于拿到了职业生涯第一个长局制的冠军，真不容易啊。本赛季他和小司机都拿到了冠军，4大莽夫都是正儿八经的排名赛冠军了。这颗黑球打的又是非常的吓人啊！此时估计他自己的心也在砰砰跳。现在距离超分就已经非常近了。火箭看上去还是挺平静的，他实际上已经打出了夺冠的水准，但是没想到塔蔡亚能够打得这么逆天。篮球是超分球，太强了。决赛的赛点局还得再接一颗红球才放心。比赛结束。这场比赛最后的决胜时刻，塔蔡亚连续得了487分，这个过程让火箭1分未得。在火箭身上做到这一点，他也是历史第一人了。刚拿他这个表现，跟火箭在23年英锦赛决赛做个对比，他这个实际上更牛。最后3局他这全是15套红球的一杆清台，而且还包括一杆147，另外2杆都是单杆130加，又完成了过百。这场比赛的第2阶段真的是堪称经典，极其罕见。先是火箭打出了3杆过百，然后塔蔡亚打了一个单杆77分，紧接着塔蔡亚又是3杆过百。他这场比赛绝对算是超水平发挥了，如果他能够稳定是这样的水准，那现在都不知道有多少冠军了。去现场看这场决赛的观众绝对是划算了，双方总共打出包括147在内的7杆过百。说到147，我查了一下数据，这个比赛147似乎是没有奖金的。你看单杆最高分的奖金颁给了火箭的153，所以塔蔡亚这应该就是史上价值最低的一杆147了。其他的147即使不设满分奖金，也能拿到单杆最高分吗？赵欣桐、吴一泽、肖国栋冠军联赛的147，三人还分了500英镑呢。塔蔡亚这147价值为0。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夺冠，他最后一站巡回锦标赛的参赛资格也拿到了，想在世锦赛之前挤掉丁俊晖前16的种子席位，巡回锦标赛他也得夺冠。好了，决赛复盘就结束了。